来到 OE 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先注册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OE 账户。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 Sign Up 进行一个注册，然后这里的话选择我们的国家，可以选择中国，然后这里要勾选前面这个，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然后这里点击确认一下，然后的话可以输入你的邮箱地址，还有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Gmail 邮箱进行登录都可以。我这里选择直接用 Gmail 邮箱进行登录，然后这里填入你的一个手机号，我们这里中国选择这个86啊，然后输入你的手机号码，一定要输入准确的手机号码，因为等一下收验证码啊。输好以后，我们点击下一步，然后这里填入我们刚才收到的一个手机验证码，然后点击下一步。而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账号的话就已经注册成功。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实名认证。我们点击这里进行一个实名认证。然后的话，如果说你英文不好，你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可以把它调成一个简体中文啊，右上角这个图标就可以调。然后我们点击这里个人认证，点击去认证。然后这里的话需要完成身份认证，我们点击立即认证。啊，我们需要选择中国，然后这里可以选择身份证，或者说护照的话都可以。我们选择身份证，点击下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手机上来进行一下操作。那接下来我们需要下载 OE 的 APP。那不管你是下载 OE 的 APP 还是币安的 APP， 如果说你是用的苹果手机的话，你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个 ID， 在苹果市场里面搜索是搜索不到 OE 或者说币安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就需要一个美区的一个苹果 ID。 那去哪里找到美区的苹果 ID 呢？我们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苹果美区 ID 购买。那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网站，我们随便点开两个给大家看一下，你都可以在里面进行购买啊，价格也不贵。看到这个网站卖的价格的话是9块钱一个 ID， 那这个网站卖的是4.9啊，4块9毛9啊一个。那你可以用支付宝付款，也可以用 USDT 付款都可以。然后这里填入你的邮箱，填入你的查询密码啊，付款成功以后的话，它会将这个苹果的 ID 发送到你的邮箱里面。接下来我们跳到手机屏幕，进一步给大家演示可以怎么样教你登录这个苹果 ID。 比如说第一步，点击我们苹果 ID 右上角这个头像，如果说你之前登录过的话，你可以拉到这个最底部先退出你的账号。第二步的话就是通过刚才购买的 ID 进行登录。第三步的话，接下来会提示使用之前的登录过的账号登录。由于我们要切换到新账号，所以我们点击这里不是谁谁谁。第四步输入账号密码，那就可以登录了，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苹果 APP， 先退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账号，让我们拉到最底部，这里退出登录，然后登录我们退出以后再登录我们新买的一个账号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我们搜索一个 OE， 这里一定要有美区的 ID， 不然的话你是搜不到的。然后这个黑色的底，然后再加4个白色的方框，这个就是 OE 的一个图标，我们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打开它。这里我们点击登录你可以用你的邮箱登录，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我选择最底部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这里点击继续，那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机要登录这里是它会向你的手机发送一个验证码，我们把验证码填进来。然后的话，这里点击最下部有个稍后再说，这里我们已经登录进来了，然后继续身份认证。这里我们选择身份证，然后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开始认证。这时候的话，它需要拍摄你的一个身份证的一个照片，身份证的照片正反面都要拍一下。然后先上传我的一个正面，然后再上传我们的背面。最后的话进行一个人脸识别，它要扫你的脸，然后审核很快，一般1分钟以内就搞定这里手机端已经审核完成。接下来我们可以领取奖励，我们点击这里中间有个前往领取是实名认证以后的话有一个奖励，我们可以来领一下。然后这里注册与认证，这里点击领取奖励，然后的话它会给你一个盲盒，你可以点开一下回到我们的电脑端，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刷新好以后的话，你就会看到身份认证成功。通过实名认证以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资产，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资产管理，这里有个我的资产，那你可以在手机上进行购买，那你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进行购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网页版进行购买都没有问题。在购买之前，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概念，就是 USDT。那什么是 USDT 呢？
USDT 是一种被称为稳定币的一个加密货币，它的主要特点与美元的话进行一个挂钩。一个 USDT 相当于的话可以等于1美元。通俗的讲的话，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美元。它的目的的话是保持价值的一个稳定，避免像比特币、以太坊等其他加密货币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简单来说的话 ，USDT 就像是在加密世界的一个数字美元。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 ESDT， 也就是泰达币，相当于人民币7.14。购买我们的加密货币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直接进行一个买币，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进行一个充币。我先以买币为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在 OE 里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资产管理，点击我的资产。这里的话可以看到你的资产。如果我们要买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 C to C 买币。这里面的话有很多商家的话在进行一个卖币。我们在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成交率高、交易订单比较大的一个商家进行一个购买。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商家交易单的话在15000单。成交率的话在 99.98%， 那我们就可以找这种承单率高这个承担率在 99.99%， 承担单数的话在5万单，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一个。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我们点击右边这个购买。然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它支持的购买方式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银行卡。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筛选。你可以筛选出支持支付宝的商家支付微信的商家、支付银行卡的一个商家它会显示出来。支付银行卡支付的商家比较少，你看这里的话只有2家支持我们支付宝和微信的商家的话就比较多。我这里选择一个支付宝，让我选择这一家承担量比较高，成交率的话也比较高。然后点击一个购买，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要买多少的币比如说我要买个100块钱的一个币，这的话我们会收到 13.9 的一个 USDT 相当于 13.9 美元。然后付款方式的话，我们这里选择支付宝它这一家的话只支持支付宝。我们选择这里有个零手续费购买 USDT。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先购买 USDT 有了 USDT 以后，那么再用 USDT 去购买我们需要的一个货币需要去购买我们的加密货币。那我们点击一个零手续购买，这里的话它会显示我们大概一个单价数量，我们需要付的一个钱。它这里有一个提醒，我们在购买成功后1天内的话是无法进行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出售或提币的，但是现金交易以及其他金融交易的话不受影响。这里勾上我已知晓，点击一个确认。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这里的话，这里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商家这上面的话，它给你一些提醒，比如说他必须为本人账号的一个实名转账资金比如说你要什么洗黑钱刷分的话，他发现的话，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告诉你炒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需要理性的一个投资必须进行一个平台的一个实名一致付款也就是说你支付宝付款的姓名必须要和你在刚才 OE 的一个支付宝实名必须是同一个人才行，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放币也不退款不支持红包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这里看清楚。你在 OE 的实名认证一定要和你支付宝实名证是同一个人，你才能购买一个成功，不然的他会不放币、不退款、不支持一个红包大家在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下他的一个支付宝账号，给他转款。你一定要在你转完款以后，这里再点击一个我已支付。如果说你没有付款，你点击了我已支付，那你的账号的话有可能会被冻结。接下来我来选择给他转款，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我已支付，我们点一下它，把我们刚才支付宝的一个转账的一个交易证明的话传进来。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边一个确认已付款。这里的话，这里可以，你可以看到右边的聊天窗口的话，它会自动把我们的交易截图发送给他。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话，就是等待他把这个 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这下面有一个 C to C 的交易须知如果说你没有收到一个数字货币怎么办？这里的话，你可以通过聊天或者
通话功能的话，与对方这里进行一个联系。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话已经购买成功，那数量的话是13.9个 USDT， 金额的话是100，订单的状态的话变成了一个订单已完成。那买家的话，可能他已经点击了一个发货，我们这里订单的话已经完成，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查看资产，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购买的一个 USDT 的话，已经在我的资产里面的话，现在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这里有个记录，看到没有，13.9，那已经购买成功。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USDT 去购买一个比特币了。交易的账户的话，分为我们的资金账户和一个交易账户。只有在交易账户的内的一个钱，那我们才能进行一个买币。我们点击这里有个资金划转，这里的话选择，比如说我们是 USDT 从资金账户到一个交易账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最大，比如说我是13.9，点击一个确认。现在的话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交易账户，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交易账户的话已经有我们的一个资金了。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资金账户，资金的话已经被划转过来了，已经到我们的交易账户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交易，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交易，这里有个现货，可以轻松买卖数字货币。那如果说你要买这个比特币的话，你就选这个 BTC； 你要选择一个以太币，你就选这个 ETC。以我们这个买这个 BTC 为例，我们来点一下它。那点进这个表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个比特币的一个实时的一个价格。左上角的话，你一定要确定你买的是这个 BTC USDT 这个地方一定要确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一个实时价格的话是在60576美金一个比特币相当于的话就是42万多。让我往下面拉到这个地方，它的购买方式的话有3种，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现价委托的话，我们委托的这个价格，比如说填的这个价格，当比特币的价格达到这个价格以后，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买入。当然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市价委托，市价委托的话，以当前这个价格进行一个购买，当前是多少钱实时的是多少钱，它就以实时按这个价格进行一个购买。那如果说你第一次交易的话还不是很熟练，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交易，看到没？交易的话我们往下面拉交易的话这里有个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模拟交易，大家可以先用这个模拟交易的话先来试一下。模拟交易的话，它是一个虚拟的，只是让你先来学习一下这个交易。你模拟完以后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真实的交易。比如说我们来到模拟交易，那我按这种现价委托的方式购买，那我的现价的话，比如说现在是60584美金，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价格，比如说在60573美金的时候进行一个买入。你要买多少数量呢？你右边可以拉，你想买多少？那你可以在后面拉，你想买多少数量这个比特币那都可以。下面的话会出现一个对应的一个价格，比如说我想买0.09个比特币，下面的话会出现对应的一个价格。选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买入就可以了。这里有个下单确认，那你确认一下，点击一个确认就可以了。买好以后，我们可以在下面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刚买入的一个比特币。它还有一种买比特币的方式，就是一个市价委托。市价委托以当前这个实时价格进行一个买，那你这里可以选以当前市场最优价格下单，选择你要买多少钱的一个比特币。那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想买1706个 USDT 的一个比特币，那你下面的话可以选好以后直接点击一个买入就可以了。这里点击一下确认。买好以后，你可以看到下面，你刚刚买入的一个成交的一个均价，还有一个成交委托量，那后面的话都会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显示。怎么样卖出卖出的话也很简单，那你直接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卖出，也是以当前市价进行优价。以卖出的话和刚才一样，有现价委托、市价委托。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现价委托。当比特币的价格比如说达到了一个62566的时候，那我就让系统自动帮我卖出。下面的话选择你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数量，比如说我选择0.13个比特币，这里直接点击，这里会显示你卖出以后你会得到多少价格，这里直接点击一个卖出比特币就可以了，点击一下确认。
拉到最下面，这里你可以看到你刚才卖出的一个成交的价格，还有一个成交量都会实时显示在下面。那在手机上的操作方式的话，是和我们电脑上的方式和原理的话都是一模一样。在顶部这里有个资产管理，当我们有卖出或有卖出或者买出以后，都可以点击顶部这里有个资产管理，这里有我的资产。那这里面的话会实时显示的你一个资产的一个估值这里会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我的资产，回到我的资产里面，这里的话就会显示你的一个总的一个资产。当我们的比特币卖出以后，你可以在你的交易账户里面的话，会看到一个资产的一个估值。而这个时候，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个出金。那也就是先来到我们的交易账户，怎么进行一个出金，把你里面的一个 USDT 变成一个人民币。来到交易账户，我们点击这里资金划转，我们可以选择从我们的一个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中间这个，从我们的交易账户划转到我们的资金账户，数量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最大，点击个确认。现在的话，现在我们的资金我们可以看到交易账户里面就没有钱了，它就会从交易账户同时回到我们的资金账户。当我们的钱回到我们的资金账户以后，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资金转化成人民币呢？转化成我们的一个法币呢？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一样的 C2C 买币。这次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个出售我们刚才是购买了，现在的话我们选择出售。在出售的时候和我们买的时候原理是一样的，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成交率高、单量高的一个商家进行一个卖出。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一家，它的一个成交率在 99.99%， 它的单量的话是2281752单，我们选择它，我们点击一个出售。方式的话，这里一样的可以选择方式的话，这里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支付宝如果说你想微信你直接在上面筛选一下，和我们刚才的话原理是一样的，和我们购买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点击这里出售，我们这里选择出售，这里填入你要出售的一个多少钱，这里的话你会收到多少人民币。比如说我出售7000个 USDT， 我们就会收到49910人民币。但有些商家的话，他有要求，比如说他的限额的话，最低都需要8万。这里上面选好以后的话，你点击一个零手续费出售 USDT 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刚刚买的一个 USDT 正在处于一个 T+N 的一个安全保护期内，所以的话我们暂时的话没办法出售和提币等到 T+N 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出售就可以了。当然你在出售的时候的话，最低的一个要求数量的话，你看这上面也有显示，比如说你这里的话最少的话需要410个 USDT， 那你才能进行一个出售。那它有一个最小的一个 USDT 的一个数量一个价格。这边的话你还可以选择其他币种，你可以看到其他币种的一个 USDT 的一个出售的一个价格还有一个要求。但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你就选择这个 CNY 就可以了。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加密货币市场充满了机遇，但它同时的话也伴随着风险。在投资之前的话，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一个研究，还有一个风险评估并确保你了解所投资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特点还有风险。那本期的视频的话，就是在普及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些知识，那并非是一些投资的建议，投资需谨慎。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新手，了解一些基础知识还是很有必要。那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那有时间的话我都会尽力回复大家。那本期用到的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进去稍微了解一下。